伟达公司老总那个性骚扰案又有新报道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人心隔肚皮，知人不知心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女的忘恩负义，我的天！不像人家性骚扰事件多了呀。对呀，你平常是平常是没舒心的，这样可能。哎呀妈呀，不得了！你看看，伟达集团创始人任伟达被控性骚扰，这事我怎么没看到？你们是当天看在哪呀？这太夸张了。我跟郭玉那会儿啊，都挺穷的，挺不容易的。唉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比我对金钱看得会更重一点儿，就是他特别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，所以他可能花的会有点多。他当时能进这个伟达集团，我们都特别羡慕。可是他自己感觉吧，就觉得这个工资还是太低了。看这女孩怎么能那么坑别人钱呢？看你都袁先生，袁先生，来让几位先生，哎，大家安静一下啊！我的当事人呢，对发生的这一切感到非常的痛心。同时呢，我方也呼吁各界媒体朋友，你们不要过多的去骚扰郭玉，多给他一些空间。我们相信法律，相信正义和良知。谢谢。郭小姐，真有性骚扰发生吗？能具体说说吗？郭小姐，听说是伟达基金资助你上大学，对吧？哎。本集团理解郭玉女士失去工作以后的艰难，同时对郭玉女士的指控深表遗憾和震惊。本集团相信法院一定会尊重和还原事实，还杨伟达先生以公正和清白。下面有请伟达集团董事长杨伟达先生讲话。事发太突然了，没有任何准备。说实话，我很心痛，此刻的心情也很难过。我来替她说两句吧。郭玉小姐呢，是我们伟达集团资助的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自我们伟达基金成立以来这么多年，我们资助过多少学生？我们资助了70多名学生，成功的考进了学校，上了大学。现在已经有40多名同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，很为他们高兴。我了解我丈夫，我知道他的为人，他的人品，我信任他。我也了解郭玉小姐，不过今天在这儿，我不想过多的说什么，我只想澄清一个事实：郭玉小姐的工作是我来负责考核的，解聘她也是我的决定。我们可以资助一个同学的成长，但不是包养他的人生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别人对你有恩，你还告人家，你缺不缺德呀你？你这个人还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早晚有一天，我看看这写的什么？你看，颠倒黑白。啊，天哪！真没想到啊！你说郭玉相貌平平的，还能在他身上发生这种事儿呢？哎，我听说你杨董事长他太太长得可漂亮了，真的吗？是吗？真的。不是他吗？这不是？哎，他怎么这样？回来了。哎，他可真是白眼狼。
我们可以资助一个同学的成长，但不是包养他的人生。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停止资助贫困学生，反之，我们会拓展我们的资助范围以及名额，我们的名额会增加到100名。伟达集团还劝网友不要打扰他，多幸福！郭玉真不知道真没想到，不知羞耻的白眼狼，就不应该不喜。为杨总感到不值，真让人心寒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还真让你们说准了，这都什么你情你有理，恶人先告状，都上头条了，肯定是有人买水军了。陈无良让买的水军吧？不行，我们也得买水军。夏叔，你就别添乱了。罗律、邱律，郭小姐来了。郭玉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不知道什么人在网上人肉我，把我的家庭信息、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全部发出去了，就连我刚上大学时接受基金会的照片也登出去了。我这一天接了好几百条短信和电话，全部都骂我白眼狼，有人还把我家玻璃给砸了。你先把手机关机。我该怎么办呀？我之前我们就提醒过你，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。但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太大，承受不了的话，撤诉还来得及。郭玉他现在需要的是精神支持。郭玉，别怕他们，相信自己。郭玉，邱律说的对，但如果你不想撤的话，你首先就要镇静下来。你这个手机就一直关机吧，然后网络上这些信息你就不要再看了，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们律师来处理。等你回家以后，把门锁好，好好洗个澡，睡个好觉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看看书，看看剧，反正就是耐心的等待事情发展，好吗？那好，我听你们的。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手机，我不用了，然后我办了一张卡，你先暂时用着。你最近就暂时用这个手机跟我们保持联系。那谢谢你们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送你吧。走，不用了，你们为我的事情操心太多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回去好好休息啊。我们不能就这样等着让别人泼他脏水啊！我们得保护我们当事人。对方已经召开了发布会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起草一份声明了。当初没想到是今天的这种情况吧？也想到了，我们一开始有准备，就是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站在他们那边一起骂郭玉。慌了？也没慌，我们只是觉得，是不是得开始保护自己的当事人了？那是肯定的。方律，这个声明有问题吗？这份声明太书面化。我说，你们记。开头可以这样写：郭玉小姐对伟达基金对她的资助，至今深深感恩，但是并不认为因此伟达基金的创始人就对她有了天然的性权利，所以郭玉小姐将继续拿起法律的武器，来捍卫自己合法的权益。一定要拿到天律所盖章啊，以他们的名义发出去。我们马上去天律所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，什么？就是你们的证人，要防止他们临阵倒戈，在没有开庭之前继续寻找证人。我吧，总感觉还有什么关键的证据你们没有找到。
风向怎么还没转呀？不会是网不好吧？怎么还是这些评论啊？不是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这还有正义吗？不是瞎说，咱能不发出噪音吗？咱们这些声明发出去，就好像石头丢进了海里，一点水花也没有。我当初说什么了？就是天地所太小了，以他们所的名义发声明，根本引不起任何关注。当初就应该以我们所的名义接的，不就是一个专利案吗？找到比他大的案子，不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瞎说，你能别这么说行吗？你起码出了这个屋，别在外人面前公开这么说。你不怕别人烦你啊？我给所里带来案子，大家都受益，烦我干什么呀？你要是生气，你就去找新的受害者去。人方律说挺有道理的，可能那种关键的证据证人我们还没找到呢。哎，什么？哦，好的。哎呀，这是说什么来什么，果然被方律给猜中了。怎么了？证人来了，要求会见，不用说都知道来干什么来了。走吧，秋华，咱俩去见见证人去。我也去。哎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哎，不行，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。肖小林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案子还没开庭。罗律师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我那个证言想抽回来。不能啊！先坐吧。为什么？可以跟我们说说原因吗？这还用说吗？这几天的舆论你们也都看到了，现在是冲着郭玉去的。到时候如果我的证言被公开，马上就冲着我来了。那你就撤回去，你就打算忍气吞声一辈子吗？如果有女孩重蹈你的覆辙，被他骚扰了，你良心能安吗？能安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我不想作证了，请把我的证言还给我。夏爱玲，这个你大可放心，在不被你个人允许之下，我们是不可以把你的证言私自送上法庭上的。但是既然来了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聊几句？我们就是想知道，除了害怕社会舆论以外，你是不是也有别的担心？我还因为知道胳膊究竟是拧不过大腿的。我这么跟您说吧，罗律师，现在哪怕这个案子不打了，闹到这个地步，大家心里可能也都明白，杨伟达他不是个老实人。如果我现在还在因为读大学没学费而发愁，他站出来说他要资助我，你觉得我应该不应该接受这个资助？肯定不能接受啊！冻死迎风毡，饿死不弯腰。一听这位律师就是没挨过饿的。如果我没钱读书，他站出来说要资助我，哪怕我知道他是个伪君子，我可能还是会接受的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对，我就是这样。难不倒杨伟达的。我做了这个证，就会引火烧身，所以我不想作证了，请你们把证言还给我。肖女士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夏海玲，谢谢你啊！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该感谢你，是因为你的出现，才让我们相信杨伟达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。对不起，没能帮上你们。不过我劝你们也别打了，胳膊到底是拧不过大腿的。我对人性真是失望。我们还有几个证人啊？4个，殷巧、梁爱、张敏，还有单桂平。有这4个，法官也应该相信性骚扰是存在的吧？而且这其中有几个证据的证明力还是很强的。
肯定的，要是法官觉得这都不是性骚扰，那世界上就没有性骚扰了。很有可能还有人退啊。秋华，别乌鸦嘴啊！呸呸呸！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？不可能。哎，好的，知道了。走吧，梁爱爱来了。不好意思。这都怎么了？泄气了？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证人呢吗？而且这个证人的证言很有力啊。事实上，我们只要有他的证言，就能把杨伟达给盯死。对啊，单桂平的证言多有力啊！而且咱们不是拿到他手机信息了吗？里边说的多清楚啊！也许下1分钟他就来了。不会，他不会，我保证。你们看着电话干什么呀？我保证他不会的。秋娃，快走！10点证据交换，还有1个小时呢，慌什么呀？我怕这1个小时之内还有电话打进来。你能别乌鸦嘴吗？放心吧，单桂平肯定不会变卦的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真的，咱们只要把这证据提交上去啊，他变卦都来不及了。夏叔，你在家看家啊，再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证人啊。哦，好。哎，你说咱们俩在这儿瞎忙活半天，然后最后一个证人呢，还是人夏叔找着的。不过啊，他要肯出庭作证的话，咱们还是有胜的希望的哈。罗正义。哟，陈无良，哎，代理这种案子是不是特有感觉，特爽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兔死狐悲啊！这回我们要是逮着了杨伟达，那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了。你觉得你能逮到我呀？我没杨伟达那么蠢。看来你知道自己当事人什么货色哈。我知不知道他是什么货色一点不重要，反正该赚的钱我赚了，落袋为安。真无耻！哎，你要不然别叫陈无良了，邱律师，叫陈无耻。哎，张律、王律，今天辛苦你们啊！哎呀，工作都是你们做的，我们呀就是捡现成。咱们进去吧。好，哎，邱律师，你觉得这案子怎么样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乐观呢？被告，你方的证据就这一点吗？法官，对方对我们是突袭行为啊，这法庭给我们的举证时间太短了。能不能多宽限几天，把这开庭的日期往后推一推，10天，或者1周也行。不行，开庭时间是早就定了的，而且同时通知了你们双方。好吧。他又耍什么花招？陆法官，法庭已经制定了举证的最后期限，这是最后一次举证。如果对方逾期举证，我方将提出异议，不予质证。
与人方便己方便，说不定后边你们也会发现新证据。我方不需要，我方重申，举证期限已经届满，希望法庭对逾期举证的证据不予采纳。美女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报告法官，我方认为被告方在法庭上称呼不当，态度不尊重，提请法院对被告方提出训诫。被告代理人，这是在法庭上，请你态度放尊重一点。这两个律师挺厉害。从哪儿找了2个帮手，还挺像样的。逗你这种小角色，根本不需要我们俩出手啊，还真是挺自信的。怎么着，就靠这个赢我呀？灭死招时奉还给你的。傅正义啊，我可是听说了啊，你所有的证人都跑了，只剩下这最后一个。小姑娘应该是比你还有正义感，你跑了，她都不会跑，厉害。那法庭上见吧。法庭上见。我告诉你，我这回一定要灭了他的锐气。哎，英子，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啊？哪儿不对啊？这陈硕分明是话里有话，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哎呀，他就是觉得咱们证据少，但就是尚桂平那一个证据就够他混。是不太对哈。那些证据他已经都看了，但是感觉他怎么就那么笃定呢？而且夏叔怎么那么肯定单桂平不会撤回证言啊？喜欢人家就去表白，偷偷摸摸的，好像防着我似的。那证人有问题，也不用你跟人好心提醒，就像人家发现不了，你呀，心太软。哎呀，你呀。哎，小罗单，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谢谢你愿意出庭作证啊。咱们这个案子15号就要开庭了，然后已经做了这个证据交换了，然后你的证据呢也交给法庭了，就想问问你这儿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问题，夏律师已经提醒过我了。行，那太谢谢你了啊。小单，那个我想问你个问题，你做这个证不担心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吗？主要我就一个人，只要我不在乎，别人怎么想我也管不着。那我先回去工作了。哎，小单，抱歉啊，我想再多问几句，你为什么愿意作证呢？不是夏律师找我作证吗？而且我也确实被他欺负过呀。那夏律师来找你的时候没承诺给你什么好处吧？小单，咱们得实话实说啊，不然这到了法庭上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其实也没什么多大的好处，就是夏律师来找我的那天，房东正好催我交房租，然后我又交不出来，夏律师就帮我交了2个月的房租。啊？哦，夏律师还说这个案子结束之后，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。为什么要抽回去？啊，我们发现呢，这组证据啊有点瑕疵。可是你们证据本来就不多，再抽回去的话，这官司还打不打？我们回去，然后呢商量商量再说啊。谢谢你啊，苏法官，麻烦您了啊。我觉得这官司呢赚不着钱也就算了啊，但是你们不能让我在法官面前丢这个人吧？我觉得这官司啊，趁早别打。再见。回来了，跟我玩2人胜局啊！哎，干嘛呀？比赛呢？你为什么花钱收买证人啊？我收买谁了？单桂平啊！你不是给他钱让他交房租了吗？你觉得这事能瞒得了谁啊？现在不光我们俩知道了，人对方律师也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想帮那些恨我们的人吊销我们律师证，你就高兴了？不是罗英子，我没想贿赂他，我就是想帮他。我觉得我帮了他，他能帮我们作证啊。可是你现在已经产生了利益交换的事实了，行为上可以判断为收买证人。你知道这在法律上什么后果吗？
夏叔，你有一个好爸爸就行了，你在这儿混什么日子呀？你赶紧走吧，快点的。哎呀，我错了，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我就是想打赢官司，我就是为了正义。就别玷污正义2个字了，行吗，大姐？你是合伙人，你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你在我们这儿挤什么大劲儿啊？对不起，妮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别赶我走好不好？夏叔，你快拉倒吧，你赶紧回你自己办公室吧，走吧。就我你。小叔，哎，小叔，下班了吧？瞧，我在路上碰见卖玫瑰的了。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。哎，这也快了嘛！你不是说想逛街吗？正好我有时间，走，我们逛街去。你来律所干什么呀？你成天往这儿跑什么呀？你当我是小孩是吗？你走吧。哎，小叔，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你惹我生气了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你走。哎，小叔，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叫你滚滚！瞅见了吗？人家生气都有人接着，咱俩生气谁接着呀？英子啊，你说这案子咱们还打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。那要是郭玉想接着打怎么办？今天证据交换，他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来。难不成他也想退缩？你给他打一电话问问。不敢打。证据情况有变化，咱们有义务告知当事人。我知道。我打。郭玉，今天上午证据交换。对不起，邱律师，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以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吗？对不起。听见了，他那意思就是他也不想打了，对吧？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啊？人都不想打了。咱们想打也没用，但是就是这所里头，哎呀，正好，咱们也保持个体面啊。等向所里汇报的时候，咱有话说，就是说人当事人不想打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太累了，心力交瘁。咱就给自己放个假吧。对了，那个专利案，我再从老唐那儿要回来，咱自己打。以后咱就专门打那种挣大钱没风险的案子。面朝东方，春暖花开，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就挣，生活多美好。干杯！你说我自己一屁股债我都没擦干净，这1年的时间，从一个衣食无忧的那种闲太太，转眼就变成了居无定所、欠一身的债。一天不干活，我一天就没饭吃，那种社会闲散人员和职业不稳定女性。说自己是职业女性，我都臊得慌。就我这样的啊，我还替别人伸张正义，我还替别人讨公道呢。不是有我这么贱的吗？是不多了，算你狠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，自己被人揩油占便宜了，也不敢声张，转脸儿到外头去帮人家讨清白，可不是嘛？不是，你多说2句你能死啊？那我就说一个字，干。干。但秋华，我跟你说啊，先别喝，不然咱俩给发毒誓。以后谁要是再犯贱，谁一辈子都赚不了钱。行，你记住你说的话，喝吧。还有，我明天就去找那老唐，
把那案子要回来。这还只是咱们第一个，未来咱们还会有无数个50万、100万，咱们很快就可以富甲一方了。哎，哪怕实现不了，想想也是开心。不是你怎么那么扫兴啊？自己自罚一杯，我陪你。不扫兴，不扫兴。为了1个鸡蛋的家长，干杯！多损呐你！哎呦喂，大姐。我先接我妈一电话。喂，妈，我加班呢，我不是跟您说了，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吗？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呢，我发了以后，我肯定第一时间给您转，您就别老催我了，你月催啊。我现在不想跟您聊这个事儿，好吗？我一会儿再给你打个话。神经病啊你！神经病。没事吧？太丢人了！我又给叫那陈无良看笑话了。他又不知道咱们为什么主动撤诉。不是，我输给谁我都不想输给他。也算不上输吧，又没交过手，来日方长。太烦了，来喝一杯。还喝呀？啊，我都吐完了，都吐醒了。第2轮，来。天哪！再穷，我跟你说，我这2块表我也不卖，这是我最后的底气了啊，就是谈事儿用。那你那车也是啊？那为什么是红色的呢？红色招财啊！等我离干净了，我就换一粉的，招桃花。你原来那蓝的也够切的，所以就离了嘛。你那红的反正是够招眼的，招不招财没看见。骗我，我就低调不了。哦，我同意。看我今天，哎，哟，陈无良，来，坐，喝一会儿啊！今天高兴，咱们就来一个不醉不归。那个服务员来一个杯子。什么不醉不归啊？开车没有啊？不用你管。谁要管你？喝了多少了？知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了？我今天当冤大头，我送你回家，行吗？你就不要你在这儿黄鼠狼给击败年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想送我的人那太多了，真的不差你那一个啊！我知道，但是你想，酒驾被抓呀啊！这以后出庭我没对手了，我赢别人没意思，我就想赢你啊！就你呀，哎，就赢的那官司还是用的咱俩的思路，你就别在这磕碜了啊！用的你俩思路，走了，送你回去。哎，你可别碰我啊！我跟你说，我身上养的肉可多，用不着你。看见了吗？那红色的小轿车。我的，我知道你有红色的小轿车，红色的小轿车好吗？知道了啊，秋丽，你起吧，送你回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不要理事，咱们俩就喝。别喝了，你今天喝的已经够多的了，明天还上班呢。明天还上班呢，走了。行，我听秋绿的。不要碰我。哎，等会儿，吃点吧。平时姑娘那么多，啊，补补。补过了，补了很多了。行，走。一片好意。自己路上小心点。那边，搁在那边。不要碰我啊！过山候鸟，满世界环绕，却
从来无处落脚。越来越远，渐渐地变成挥之不去的句点。所有的高楼都闪烁着匆忙的灯。妈，我不是说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吗？别挂啊。小花，你这个，你得替咱们家人想想啊！你不能这么自私啊，是不是？你就算不替你爸你妈想，你也得替弟弟妹妹想想啊！这可是县长，县长的儿子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说你去京北，人家就追你到京北，啊，这样的人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。再说了，咱家要是能攀上人家，啊，这以后还用愁吗？妈，您让我想想行吗？我知道咱家配不上人家，人家能看上咱们家就是抬举我。那您让我想想行吗？回头再给您打过去。我这是在哪儿啊？你家楼下。我家楼下，你怎么是你给我送回来的？你喝多了，你自己不记得了？死乞白咧的求。哎呦，我的头好痛啊！陈硕律师，求求你送回来吧。我跟你都不顺道了，我容你们给你送回来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就不是我说爱的模式，你就不要占我便宜了啊！我占你什么便宜？赶紧下车，我赶紧下车了。哎呦！嘿嘿嘿嘿，站都站不稳。哎呀，送你上去。不用，我不想引狼入室。哎，干嘛？赶快撤诉！为了别人的事儿，给自己找麻烦不值得。我想吐。一会儿再吐，一会儿。嗯。车记得吧？啊。要不要了？要啊。把车钥匙给我，我给你开回来。嗯。别吐自己包里啊！快去快回啊！给。住几楼几号啊？几楼几号？干嘛呀？我给你送钥匙啊，大姐。哦。来。臭。
您就把钥匙放在这里边就行了，不要上楼啊，不要跟踪我，别磨蹭。什么呀？那个，我男朋友来了，你要不……哎，晚点再回来。喂，秋华，我给你打过好几回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最近刚转职业，工作有点忙，就没怎么看手机。有事儿吗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妈刚给我打过电话，咱们能见一面吗？秋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咱们不是老乡吗？都在京北。心里闷，想说说话，也好彼此有个照应。你在哪儿呢？哎，这儿，菜都凉了。来来，你怎么点这么多呀？我不是跟你说我吃过了吗？吃过了再吃点呗。太多了。你要吃过你就放那儿，反正我也吃不了。都浪费了。真吃过了？真的吃过了，我跟朋友在大排档吃的。我怎么想起来咱小时候了呢？每次从我家里给你带东西，你都说你吃过了，你每次都说你吃过了，咱也不知道是真吃过了还是没吃过。那时候咱俩还在那个镇中学上初中吧？那时候你就是学校里最受关照的学生了。提这干嘛呀？他们就喜欢扒着我，我其实一点不关注他们，我就关注你。又来了，你快吃吧，都凉了。秋华，最近工作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你呢？我也还行。你打算一个人在京北干下去啊？当然啊。你喜欢京北啊？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？努力读书这么多年，不就是为了来这儿吗？怎么了？我不太喜欢这里。我觉得这儿的人吧，太势利了。这个词儿可能说的不太准确啊，应该是这的人情太淡了，不像咱那边街坊邻里都认识，都有一个照顾。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京北吧，压力太大，想家了。那你就回去呗。那咱俩一块儿回去呗。你也知道，我来京北呢，都是因为你。而且我爸说了，只要咱俩一块儿回去，都给咱俩找工作。我不会回去的。我也不需要你爸帮我安排工作。倒是你，我觉得你挺需要的。你回老家，你爸现在还没退休，升职的机会还会多一些，是吧？你知道，我不是完全为了工作，
我就是因为我明白，你的意思我都清楚。那我觉得你完全没必要为了我，而且我觉得咱俩这个性格从小到大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不回去，我就陪你。给，再来块虾。你吃吧。来块薯条。对了，我爸让我跟你说，那个你弟那工作已经搞定了。你爸帮我弟安排工作了？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找什么工作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是在那个县政府当保安。我先去个卫生间。哦。那边。喂，妈，张县长帮我弟安排工作了。您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您就让人家给安排工作呀？人家一个堂堂的县长，人家凭什么帮咱家呀？天底下有白吃的午餐吗？你们现在接受了人家的帮忙，今后拿什么还啊？小华，你出息了是吧？啊，你这出息了，你就不管家里的事儿了是不是？你这一个人在外边，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弟弟妹妹的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？你怎么考出去的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每个月的工资我1分钱都不敢花，我除了吃饭我都给你们寄回去了，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老话说得好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你这考出去了，出息了，你每个月给家里寄点钱就行了。那弟弟妹妹的前途呢？你就不管了？啊？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管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弟弟妹妹要出来，那也不一定非得麻烦人家张县长，我再另想办法不行吗？你们现在让人家给安排工作，将来拿什么还人家？不用还了，还什么呀？你嫁给他儿子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还。我多像候鸟，是好萌吗？是。看世界环绕，却从来无处落脚。再看这个，那短的。我觉得看它短的那个就好。越来越远。对啊，你就买这个。渐渐地变成挥之不去的。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，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，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了。我一会儿打，你别着急啊。还有，我觉得你确实不适合留在京北工作。你在这儿，你爸也帮不了你，你跟我不一样。我在哪儿都没有人帮我。秋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只要跟我回去，我爸会像照顾我一样照顾你，他也。我就是想要逃离那个人情社会，我才留在这儿的，你明不明白？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。明白。只要你不回去，我就不回去。
哎，哪位？罗律师，您还没来上班，韩主任找您。告诉他我死了。什么人呢？这是。哎，邱律师，韩律师请您来了，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哦，谢谢。韩主任，您找我？听说案子不顺是吧？还行。还行。性骚扰，哪有那么容易打的？就算你打赢了，能得到什么？也就你这样的傻子才会做这样的傻事儿。你还有事儿吗？没事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干嘛？我想过了，这一年你跟着我做了不少工作，我知道你需要钱。这几个案子是我手头上最挣钱的案子，都给你。有条件吗？条件就是，当着我的面把那些录音都删了。梅先生，有事啊？那个性骚扰的案子没办法打了。唯一的证人还是我们同律所的律师花钱才愿意出来作证的，现在很有可能连当事人也要退缩了。啊，梅先生，你说这现实怎么这么残酷啊？你知道我跟秋华有多难吗？我们为了这案子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！我们俩刚刚转职业，连温饱都没解决呢，就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赚钱的案子，是一专利案。我们俩谁都不是学专利的，就为了这案子，我们俩都快被逼成专利法专家了。但是又遇到这性骚扰案，我们就把那专利案拱手让给别人了。但是到最后，我们得到什么了呢？现实真是太黑色幽默了。唉，你接这个性骚扰的案子，到底是为了谁呀？为了当事人呀。自有人类起就有的最古老的行为，这被骚扰的人多了，他们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他们的代理律师啊。啊，如果当事人不让你们代理了，他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路人了，他是死是活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律师接案子，难道不是为了自己吗？你们
放弃了挣钱的案子，来接这个费力不讨好的，不是为了自己心中那点念想，那点理想主义。想一想，放下这个案子，看看你们能不能过得去。如果过得去，何必再想？本来就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如果过不去，那就再想办法，哪怕撞上南墙，撞得头破血流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不要向别人抱怨。哎，罗律师，罗律师，您之前的一位当事人来了，在会议室呢，邱律师正接待着呢。谁呀？郭玉，我劝你还是放弃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没有资本做这种无望的努力。邱律师，您和我是一样的人。对，我比你大几岁，比你早几年来这个城市打拼，所以，你的遭遇我特别能理解。我也知道，在这个城市里没人能帮我们的，我们也付不起那么大的代价。那，邱律师，我能叫您一声姐姐吗？当然。那姐姐，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您身上，您会怎么办？郭玉，罗律师，哎，情况邱律都和你说了吧？我们没有证人了，他告诉我了。那你今天来是？我爸妈这2天过来了，所以我没来得及过来。但是我还是想打官司。打官司就是打证据，没有证据，你的委屈就等于没有发生过。可是它发生过呀。是，我相信发生过，但是你到法庭上，要当着众人的面用证据证明它发生过，否则它就没发生。可是它发生过呀，我知道，你们也知道，这事情明明就发生过呀，如何证明那是你们的事儿？郭玉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一点。你能跟我们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吗？你们知道我这2天是怎么过的吗？我爸妈从网上看到那些消息了。其实他们生活在农村，是看不到网络的，是有人有意告诉了他们。他们害怕极了，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，舍不得花钱的他们，买了票来了京北，就是为了要阻止我。他们骂我忘恩负义，骂我不知天高地厚，胳膊拧不过大腿。他们甚至还说，又不是什么谷子米，挖一瓢少一瓢，不过是摸了几下，忍忍不就完了？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女儿呢？他们一辈子就是这么活的呀，遇到权势就低头，遇到事情就躲着走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正是因为他们跟我说的这些，才逼我下了决定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活，那我为什么要出来读书呀？我吃了上顿等下顿，
到了一定年龄找个人嫁了，养一堆娃，不也是过了一辈子吗？可我读了书了，睁开眼了，我知道人不应该那样活，我好不容易读出来了，也睁开了眼，我不能再闭着眼倒回去啊！所以我要打这个官司呀。其实我们都特别理解你，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证人和证据。哎，要是有证人和证据，就不用说这些。不是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怎么还是不明白呢？赢不赢、输不输，那是别人的事情；打不打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！我要对我自己有一个交代呀。打？怎么打？既然连输都不怕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方律不是提醒我们，可能还没找到关键的证据。那就打，我跟秋律会努力的去找新的证据，但你也要做好输的心理准备。我知道，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，和你们没关系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作证。谁？夏玲玲，这位是邱律师，这位是罗律师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你能来。你现在的状态可以正常的交谈吗？可以，我跟玲玲都说过了。我听说你前一阵子被强制戒毒了，是吗？上个星期出来的。这是玲玲以前的照片，您看看现在差别多大。你愿意把事情原本的如实的告诉我们吗？我们需要录像。非要录像吗？我们需要证据，真实记录你陈述事实的状态。那个夏琳琳，我们是律师，不是媒体记者。我们录像只是用于法律诉讼，向法庭证明你证言的真实性。除此之外，这份录像不会有任何用途的，你可以放心。可以吗？好，谢谢。哎，秋华，别忘了打上时间码。好。那我们开始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夏琳琳。你的出生年月日是？1987年5月19日。你什么时候入职于伟达集团的？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2015年8月到2016年10月。我在伟达集团工作过，做杨伟达的秘书。在这段工作期间，你在公司曾经遇到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吗？我们希望你能够实事求是地回答我们。我曾经被他强奸过。什么？我那天被强奸后，
我是想报警的，但是杨伟达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，他跟我说他喜欢我，他要离婚娶我。我一想他那么有钱，所以，但我没想到他是骗我的。他太太知道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，而且还找了一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辞退了。我们俩的聊天记录都在这手机里。所以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只要他能遭到他应有的报应，我愿意出庭作证，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干得不错，我就觉得吧，有什么关键证据没找到，这不出现了。他不光性骚扰了夏琳琳，还趁着出差借机强奸了她。如果郭玉当时也跟他一起出差，没准结局也是一样。你们打的是性骚扰的案子，强奸的事儿啊，我建议在法庭上还是不要提。我和秋华也是这么商量的。马上把这些短信去做公证，说服法庭呢接受为新的证据。夏琳琳同意出庭的，千万别。为什么？他是个瘾君子啊，如果他出现在法庭上，对方一定会拿他的品行大做文章，他经不起盘问的。这些短信够了，赤裸裸的性骚扰，法庭应该可以认定。还有啊，天力所呢不想代理这个案子了，我们合伙人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这个案子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了，半途而废有点可惜，所以我们决定拿回来，以咱们律所的名义打。专利案呢在陶律师那边，我和董先生也商量过了，没有问题，所以你们两个就放开手，好好的打这个案子，好吧？方律说的对，别忘了对面是陈硕。陈硕怎么了？你怕他呀？不是怕他，如果夏琳琳出现在法庭上，我怕陈硕会对夏琳琳穷追猛打的。反正现在大部分证人也不会出庭，法庭也不会强迫，咱们也别让他出庭了呗。可是秋华，就算咱不让夏琳琳出庭，你以为陈硕就不会拿他吸毒这件事做文章吗？法庭现在不知道这件事对夏琳的伤害有多大，只知道他是一个瘾君子，岂不是更糟？我的意见是，应该让夏琳琳出庭，而且让他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吸毒这个事实，让法庭知道这件事对他的伤害有多大，这样会不会效果更好？我就是怕夏琳琳经不起陈硕的盘问。我还就不信了，咱们可以训练他呀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法院，咱们提交申请，让夏琳出庭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各位观众，前段时间备受关注的杨伟达性骚扰案今天正式开庭了。由于本案涉及隐私，为了避免当事人受到二次伤害，法庭将不公开审理，只有专业人士及相关人员才能进入。但我们将密切关注审理结果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，阳春律师事务所的车现在已经过来了，让我们去采访一下郭玉小姐。秋华，秋华，加油啊，秋华，你可以的，秋华，加油啊，秋华。
玉，有网友说你是白眼狼，是敲诈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郭玉，您对今天的审理有什么样的想法，可以跟观众说一下吗？很多律师，你有什么想法，跟观众说一下吧。对不起，既然我们已经付诸于法律，那就一切交给法律吧。网友说人家资助了你，还反过来告人家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们照法让公正等审理结果吧。郭玉，你回答一下吧，郭玉。郭律师，你也回答一下吧，郭玉。请大家保持秩序。我有这。出律。罗正义。张伟阳，怎么？薛律呢？没来啊，陪我的当事人呢？今天就你一个人？只有我一个人啊！对付你罗正义，我一个陈无良足够了。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现在开庭，请坐。原告证据1至证据6为原告和被告手机来往短信，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对本案原告进行长期的性质恶劣的性骚扰。被告对此有无异议？有异议。在我方看来，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下，相同的文字可以解读为不同的含义。只是凭这些，原告就解读为是性骚扰，我觉得确实是有点勉强。比如说第6条，玉，你瘦了，我好心疼，一闭上眼就看到你那白白瘦瘦的小脸，这不是性骚扰吗？对方代理人，一个大老爷们儿对一个22岁的女孩发这样的短信，不是性骚扰，那还有什么叫性骚扰？审判长，原告是在被告的资助之下上的大学。当初被告去接原告的时候，原告的父母曾拉着被告杨伟达先生的手，反复叮咛，你要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去对待。这所有的信息，如果是当成成年男女之间的这种信息交往，那我觉得杨伟达先生确实是有失端庄。可是如果换一种想法，是父亲对女儿的一种关心，那会不会觉得舒服一些呢？那我觉得虽然看似有些亲昵，但是却没有失大格。所以我方觉得这不过是一个长辈对于晚辈在生活上的关心，还有在工作中的照顾而已。是关心关照吗？对方代理人，您的当事人是不是对他所有资助过的女孩都用这样的口吻说话？但也不是所有被资助的女孩的父母都会拉着杨伟达先生的手，让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去对待。但我相信杨伟达先生一定会对每一个受资助的女孩都在生活上关心，在工作上照顾，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，有的关心多一点，有的关心少一点。原告方，你们提供的这些信息，我觉得充其量只能指摘被告，他的措辞有些不妥，但离性骚扰确实有点远了吧？继续。第7号至第15号证据为本案原告和公司同事梁田之间的微信来往。要证明的事项为原告把自己受到性骚扰的事情多次和梁田哭诉，而梁田也曾经多次安慰原告。被告对此有无异议？有异议。这些信息只能说明原告在同事面前说了老板的坏话，而同事呢，确实是附和了一些，而在内容里面却没有性骚扰的体现。他们是同一公司的同事，他们是当面谈的，而这些微信表明他们确实是见面谈过。梁田知道原告受到了老板的性骚扰，他是在安慰原告。审判长，我方提交给法庭的第5号证据就是梁田本人出具的证言，在那份证言里边，他本人证明了他跟原告从来没有聊过杨伟达先生性骚扰的事儿，只是原告说过老板对他的工作不是很满意。继续。第16、17号证据为2017年1月12日、13日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微信往来。在这些微信里，连续2天，被告要求原告陪他外出吃饭，原告均找理由拒绝。第18号证据为原告2016年优秀员工奖状。19号证据为被告公司年终奖名单，原告被扣发了2016年度的年终奖。第20号证据为原告和被告的微信记录。
原告问被告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扣发了他的年终奖金，被告回答他：“你自己心里有数。”而就在那前2天，原告拒绝了被告多次要求他单独陪自己吃饭的邀请。被告有无异议？有异议。顺序发生的事情不必然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。原告是当年的优秀员工，被告为了奖励原告去请他吃饭，被拒绝了。还有就是原告当年的奖金被扣发，这是3件事情，3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还有就是，事实上原告他也隐瞒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奖金发放的前2天，因为他工作上的疏失，导致我的被告杨伟达先生错过了和一个重要客户的见面，这让公司失去了一个大单。原告有没有这件事儿？我那几天只是想躲着他，所以找了个借口就没去上班。据他说，因为我没去上班的原因，错过了他和客户的一次会面。但事实是不是这样，我也不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再退1万步说，就是说一个老板想请自己的女下属去吃饭，但是被拒绝了，老板非常的生气，扣发了他当年的年终奖。可是就算这样，他也不是必然的推导出他就想性骚扰自己的女员工啊。开始吧。真用他呀，陈硕不会对他客气的。我们只有他这一张牌，不用他，必属无疑。那好吧。审判长，我方要求传证人夏琳琳出庭作证。审判长，证据交换的时候，举证期限已经届满，原告方的行为属于证据偷袭，我方坚决反对。被告，原告在开庭前已经提交申请。乙方不想查清事实吗？原告方，你确认要让自己的证人出席吗？报告审判长，我方坚持传证人出庭作证，证人已在庭外等候。本庭同意原告证人出庭作证。传证人出庭。英子，我怎么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啊？就觉得这陈硕好像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姓名？夏琳琳。出生年月？1987年5月。证人夏琳琳，今天本庭传你到庭，为本案作证。你已签署承诺书。你要把你所知道的事实如实向法庭陈述，不做假证、伪证。如有虚假陈述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听清楚了吗？证人，你可以开始作证了。我叫夏琳琳，我2015年的8月到2016年的10月，曾经在伟达集团工作过，做杨伟达的秘书。我曾经也是受伟大基金资助读的大学。毕业后我找不到工作，伟大集团录用了我，还让我做杨伟达的秘书。我那个时候对他心里充满了感激，可后来我就觉得事情越来越不对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他对我太好了，工作上很照顾我，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甚至会关怀到我几号来大姨妈穿多大的内衣。再后来，他会趁没人的时候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会亲我。摸我，然后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，给我发一些下流的短信。我跟郭玉的遭遇是一样的，
再后来他就会带我出去出差，然后夏琳琳，你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说的话是事实吗？原告代理人，请不要打断证人。我有证据的。他曾经给我发的那些短信我都还留着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我这有经过公证的夏琳琳与被告的手机短信记录，请求提供给法庭。同意。审判长、审判员，对方代理人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短信。这些话含义明确，充满了色情和挑逗，就是赤裸裸的性骚扰。不用我念几条了吧？不用念了，含义确实很明显。继续。夏琳琳，我们对你不幸的遭遇表示同情。请问你被被告人性骚扰这件事，对你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吗？大家看到现在的我就是被告造成的。我因为忍受不了他长期的性骚扰，反正我后来就离开了这家公司。后来我结了婚，但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，我就把事情跟我前夫说了。可我前夫是一个贞操观念极强的人，我们俩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夫妻关系不和，最后不得不离了婚。再后来我因为忍受不了这些痛苦和压抑，我选择吸了毒。我这试试。